又是被爱宝可爱到想尖叫的一天。只见老宋手里拿着一根大竹笋，絮絮叨叨地跟观众们介绍，身后的爱宝已经着急地摇头晃脑，目光追随每位笋笋手里使劲摇晃栏杆，仿佛在说别说话，快给我，快给我。拿到心心念念的大竹笋后，原本在镜头 C 位的爱宝立马消极一面，一屁股坐在老宋身后大快朵颐。听到对方提到自己，还竖起耳朵往前凑，古灵精怪的模样，一整个萌化姨的辛巴。虽然爱宝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但她却比瑞宝、辉宝还要可爱。只见爱宝趴在滑梯上，脸上笑眯眯的，溢出屏幕的甜美度丝毫不亚于小甜包北辰。直到熊孩子突然冒头，爱宝立马变了脸色，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嘻嘻和不嘻嘻。当爱宝因为腿短没能爬上独木桥时，不气馁的他立马开了个加速助跑，这一幕把光君大王看得羡慕不已，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要她传授秘籍。有次老宋特意给爱宝送来雪球玩，艾女士激动坏了，用熊掌不停翻炒，觉得差不多了就把雪往身上脑袋上揉，简直比1、2岁的宝宝熊还要可爱。而比爱宝更可爱的只有爱宝小时候，就算挖煤时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，也丝毫没有掩盖她惊艳众生的气质，并且作为基地里有名的吃货公主，爱宝特别爱喝有魔力的盆盆奶，爱吃香喷喷的胡萝卜，有时吃饱了也不想让自己的嘴闲着，于是薅了一把身旁的小草就开炫。难怪宝家族中最不挑食的就是爱宝，甚至连宋爷爷做的鲫鱼饼都敢吃。我们艾女士真的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。等到爱宝和乐宝一同来到韩国，身处陌生环境的她先是紧张了几天，很快便恢复了活泼可爱的一面。当小爱宝得到一个黄色玩具球后，叼着球兴奋地打了2个滚，并满院子跑，这阵仗把隔壁磊西叔叔都看傻了，心想之前那个温柔可爱的小姑娘哪去了？当初爱宝和磊西叔叔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好奇地凑在玻璃前与对方贴贴主打治愈风。反观乐宝站立威胁后，又几巴掌拍在玻璃上，直接把磊西叔叔吓得落荒而逃。此外，爱宝坐在光滑的躺椅上吃竹子，趴在枝头眺望远处风景，以及趴在冰床上身旁飞舞着蝴蝶的画面，更是让屏幕前的姨姨们感到心软软。只能说爱宝就是熊猫界最完美的小熊吧，长相漂亮，性格温柔，又不失活泼，也难怪江宋2位爷爷经常耶波耶波。为什么现在关注丫丫的人越来越少？只因他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丫丫不再是奄奄一息的乞丐熊，而是被北洞捧在掌心上疼爱的公主。周五北洞准时更新了丫丫的动态，能看到长公主的丰容玩具越来越多了，每个上面还放了她最爱吃的竹笋。只见丫丫像往常一样率先拿起笋，也不知是不是奶爸塞得有些紧，长公主用力一拽，只拽下来了笋屁屁，最嫩的笋尖则留在了丰容玩具里。于是当丫丫宠幸木床上的竹笋时，聪明的小熊精就知道不能生拉硬拽了，而是用手扶着一口一口的从根部开始吃，随后边吃边看向镜头，目光狡黠而又得意，仿佛在说什么都难不倒我丫丫大王。虽然丫丫已经是24岁的老年熊了，但在北洞的爆改下非但没有迟暮感，反倒像少女熊一样奶乎乎的漂亮，脸上也总是洋溢着幸福喜悦的微笑。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没有亲妈养不胖的孩子。都知道丫丫回国前体重不到100斤，瘦到脸颊凹陷，根根肋骨清晰可见，而如今长公主的腰围胖了一圈又一圈，健壮的肱二头肌感觉能一拳捶飞隔壁古大爷，被说成是正常老年般的皮肤病也已痊愈。阳光下的丫丫浑身散发着温柔的光芒，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满身疮痍的可怜小熊，而是无数猫粉默默牵挂的心上熊。不仅如此，北洞也将丫丫视作掌上明珠。虽然长公主刚回国时热度1度高涨，但北洞始终没有把她当作所谓的赚钱工具，而是每周发布长公主日记，让粉丝放心的同时，也能保证丫丫安静休养。先前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生活的长公主，如今有了吃不完的新鲜竹子和竹笋，饲养员还会准备苹果、胡萝卜和窝头等零食，只为给长公主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拥有了强壮的身体，才能不被病痛折磨。想必这也是丫丫皮肤病快速痊愈的原因。每天她都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开心宣饭，晒着阳光，吹着清风，听着虫鸣鸟叫，偶尔还会有来串门的喜鹊朋友，带来远处丛林中的故事。所以并非是猫粉们不关心丫丫了，而是因为看到她过得幸福，全都放心了。相信在北洞悉心照顾和猫粉的祝福下，长公主余生必定一切安好，平安顺遂。奶爸奶妈带娃风格差距有多大？妈宝男贤贤仔直接被拿捏，因为这几天容妈需要出去培训，便给贤贤仔安排了一位新的奶爸。与容妈满脸宠溺的哄娃吃饭不同，新奶爸主打一个活着就好。只见贤贤仔刚喝完盆盆奶，奶爸就眼疾手快地揪起他后脖梗，用裹在手臂上的毛巾给孩子擦嘴。软萌可爱的仔仔直接爆改兔子，救命！救命！第一次看到贤贤仔脸上写满了抗拒，要知道在容妈面前他那叫一个女人，喝完盆盆奶就钻到奶妈怀里求贴贴，必须得对方抱抱才肯乖乖吃笋笋。然而换了直男奶爸后，妈宝男贤贤仔就变得不粘人了，毕竟新奶爸是真的不解风情。只见奶爸干脆利落的给他擦完嘴后，就抱起贤贤仔一路小跑去旁边吃笋，压根就不给熊孩子求抱抱的机会。
都知道贤贤仔不愿回家的时候，容妈和实习生都会围在身边哄他，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温柔有爱。而当贤贤仔故技重施想拿捏奶爸时，对方起初还能耐心等他自己爬下梯子，可贤贤仔没有见好就收，而是等待抱抱。结果两位奶爸连熊带梯子直接抬走，一顿操作直接把贤贤仔整懵了。他左思右想，觉得主动就会有故事，于是下班时贤贤仔乖乖朝着奶爸走去，并蹲下身用萌萌哒的眼神看着对方，可可爱爱的模样简直萌化人心。而奶爸似乎也被这小子打动了，正当贤贤仔满怀期待的想要抱抱，奶爸反手将他摁住，并一路骑回了家。都是老爷们儿，你跟我打什么？但也正是因为奶爸带娃太硬核，还被不理智的猫粉认为不爱大熊猫，可实际上他是个超级好的奶爸。之前干的是又累又危险的野培工作，当初汶川地震基地被摧毁后，就是这个奶爸冒着余震的风险，义无反顾地冲进圈舍，砸穿墙壁救出了哪吒宝宝亲情。可见奶爸远比任何人都爱大熊猫，并且奶爸平日也有温柔的一面。当他拿着水管打扫外场卫生的时候，贤贤仔目不转睛盯着，内心蠢蠢欲动，并眼神示意对方将水柱靠近一些，奶爸便宠溺地将水管压低了一些。贤贤仔瞅准时机举起小手想要抓住，结果后肢力量不稳，站起来就摔了。而当贤贤仔想要抱抱的时候，奶爸大多时候都会满足他的愿望，霸气有力的公主抱，安全感满满。相信有这么一群奶爸奶妈在，滚滚们定能无忧无虑健康成长。看到萌兰不顾一切奔向季奶爸，才明白他们的感情有多深。这天萌儿抱着石头安静坐着，看到季奶爸经过后立马飞奔而去，站起来趴在窗台上与对方对视。看到季奶爸停下脚步陪自己玩耍，萌兰忍不住翻跟头卖萌，格外开心。季奶爸则宠溺地看着萌儿耍宝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爱意。如果季奶爸忙于工作无法陪萌兰，他就会掏出手机给孩子看，并歉意地告诉萌儿自己要去忙了。懂事的萌兰也会乖乖点头回应，随后默默陪奶爸走到道路尽头。如此乖巧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喜爱？如今季奶爸不再是萌兰专属奶爸，而是由北洞奶爸奶妈轮流照顾。虽然饲养员们都很关心萌儿，但对萌兰来说，季奶爸是最特别的，像家人一样，感情永远密不可分。当萌儿走进外场准备营业时，突然闻到隔壁季奶爸的味道，他兴奋地一路小跑来到窗边，想要和许久不见的奶爸打招呼。可看到季奶爸正忙着打扫卫生后，萌兰犹豫许久，还是乖乖坐在石头上，像放学等家长来接的小朋友一样，乖巧的让人心疼。都知道萌儿外场没有大树庇荫，但他还是会顶着高温出来营业。季奶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可他无法给萌兰换有空调内场的场地，只能尽力给宝贝搭建出一片树荫。萌儿看到熟悉的吉祥路后，就知道这是季奶爸给他准备的惊喜。整天萌兰都躲在秘密基地里玩耍，一点阳光都晒不到萌儿身上。可见吉奶爸的热度虽比不上其他奶爸，但他对萌兰的爱丝毫不比其他人少。都知道萌儿曾有个木质秋千，可经过这小子的长期改造，最终喜提一座拆不烂的铁秋千。可天气一热，秋千就会烫屁屁，气得萌兰跳起来对秋千骂骂咧咧。季奶爸得知后，第一时间拿来凉席，仔仔细细地铺在了秋千上面。到了寒冷的冬天，秋千会冻熊病，贴心的季奶爸又拿来毯子垫在上面，可垫子却粘在了萌儿的屁股上，还因此上了个热搜，被猫粉调侃。自觉丢熊的萌兰不愿再去做秋千，而是坐在地上靠着铁柱炫饭。季奶爸担心宝贝的背会冻得不舒服，就把毯子系好，并抽出一点当坐垫。可以说季奶爸对萌儿的爱全部藏在小小的细节里面。而萌兰也很喜欢季奶爸，不仅会使出浑身解数和对方互动，看到对方拍照就赶紧爬得高高的，摆出各种 pose 充当奶爸的小模特。双向奔赴的爱怎能不让人感动？希望未来季奶爸能再次成为萌兰专属饲养员，萌儿每天都要快快乐乐无忧无虑。同样是国际顶流女明星，花花和福宝吃笋有何区别？小福吃笋主打一口都不能浪费，只见他仔仔细细一层层剥去笋皮，随后断成2截，把笋头牢牢攥在手里，再慢条斯理地享用最鲜嫩的笋尖尖，甚至连同上面的笋皮一起嚼吧嚼吧。据说福宝之所以如此珍惜食物，是因为韩国竹笋种类很少，为了让宝家族一年四季都吃上笋，就只能冰冻，但这样做就会导致口感发苦。而中国地大物博，竹子笋取之不尽，就算熊挑食也能找到一款合适的竹子。因此回国后的小福在尝到家乡笋后，直接被俘获味蕾，舍不得浪费一丁点美味。相较之下，从小生活在四川的花花，因为吃过太多好东西，所以主打豪横。只见花宝鸡一口咬掉大半截笋屁屁，随后里3层外3层疯狂扒拉笋皮，最后只剩一丁点笋尖尖才开始享用。这迪拜式吃笋大法，谁看了能不迷糊？此外，两熊还有个共同点，都不太会掰竹子。由于在韩国吃的是爷爷劈成小节的竹竿，因此回国后小福对长长的竹子犯了难，费了老大劲才从上面撕下来一小条。随后福宝又精心挑选了根劈好的竹子，一手扯一边，简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奶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击中姨姨们的心巴。对此萌儿表示宝贝要龇牙才能掰开，
而花花掰竹子同样主打3天饿9顿。只能说，虽然熊猫的咬合力能和狮子媲美，但我们花局还有药物在身就不参赛了。都知道福宝回国前最喜欢吃胡萝卜，每天都和妈妈斗智斗勇抢上一口。可回国后，由于好吃的实在太多，如今胡萝卜已经不是小福的首选了，甚至尝了一口觉得不好吃，还会直接扔掉。当奶爸收猫福宝赖在树上不下去时，徐奶爸直接掏出小福召唤神器大笋笋。福宝本想置之不理，但奈何难扛诱惑，小吃货便见好就收，屁颠颠跑回家去了。虽然经纪人徐奶爸非常社恐，但在照顾福宝方面格外尽职尽责。小福坐在熊洞酷酷炫饭的时候，奶爸就化身战歌疯狂拍拍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福宝的可爱瞬间。或许是因为我们福宝魅力无边，据说隔壁和和一天到晚啥也不干，就趴在木架上遥遥望着小福了，像极了当初乐宝爬上树偷看爱宝。不知福猪猪未来是否有机会做妈妈呢？但无论如何，只要小福每天开开心心，无忧无虑，姨姨们也就放心了。高温下大熊猫都是如何营业的？萌二紧急撤回了一个猫猫头。有人哎呦我的妈！果然天气热的时候，连熊猫都不想上班。而为了告诉远道而来的姨姨们自己很好，萌二硬着头皮又跑出来想要溜达几圈，但奈何地面实在烫脚，只能刷个脸后秒下班。我来了，太热了，烫脚，下班了。相较之下，萌大就比较聪明了，因为既怕热又怕游客看不到自己上班，大哥直接趴在门口睡觉，露出猫猫头。主打一个营业了又好像没营业。由于莽小五的飞机跑车先后被搬走，误以为自己破产的他顶着高温坚持营业，借此赚生活费，静待未来某天东山再起。谁料当忙碌许久的小五躺下休息时，后背被滚烫的水泥地狠狠咬了一口，烫得他滋哇乱叫，赶紧回家跟妈妈告状。莽仔勃然大怒，跑出来踢好大儿出头，哪个天杀的敢欺负我家孩儿？可没曾想罪魁祸首还没找到，莽妞妞就感觉自己的脚底板烫得不行，麻溜的就回去了，心想真是怕了怕了，我们娘俩惹不起但躲得起。而为了让熊孩子在炎热的夏天感受到凉爽，长隆动物园特地花大价钱制作豪华冰床，据说每台造价10几万，每个月电费都有6万，外场也有冷气降温，熊孩子们经常一坐就是半天。就是说第一次在熊猫身上看到仙风道骨。不仅如此，饲养员还会准备消暑下午茶，特制凉茶、消暑雪糕、肠粉及云吞面应有尽有。就是说这样的熊生，就连两脚兽都羡慕。都知道靓女雅一凭借空中瑜伽火遍全网，此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粉丝见面会。热情的她还会连翻跟头哄姨姨们开心。可当天气一热，雅一也不思进取了，找块风水宝地，眼一闭就开始呼呼大睡，只留给姨姨们一坨又圆又白的熊腚。如果实在不想营业，还会自己把门关上。看来就算是熊猫成名后，也会耍大牌。而花花能成为顶流，靠的不仅仅是外貌，还有全基地最高出勤率365天风雨无阻。每天早睡早起，不到6点就起床要早饭吃，中午别的小熊都午睡，唯有花花还在营业。只能说花宝鸡能荣升为局长不是没有原因，不过或许正是睡眠不足，花花才长不高吧。如果说花花认真营业是因为喜欢人类，那喜乐不愿回家却是想让奶爸死网上。你就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回去吧，行吧，太热了，孩子，回去吧，行吧。感觉奶爸就差给喜乐跪下了。果然叫姑奶奶的熊都不好惹，大熊猫香果用实力证明，杭州才不是什么美食荒漠。眼前这只胖成攀枝花的豹子，躺下一只脚都得悬在半空的小熊，就是杭州动物园馆长香果。刚到杭州时，他还没有这般膘肥体壮，甚至因脱毛显得四肢又细又长。可自从住上单间不用挨春生的揍后，香果就直接开启干饭2倍速敞开了吃，一口一口把自己从熊猫吃成了熊猪。以前都是他和春生两熊一起卡门，可如今香果一熊就能堵得严严实实。对此有活阎王辣评赶紧把春生放进去，帮止不炫饭的香果妹妹锻炼下身体。其实香果能胖成这样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之前她还在基地的时候就特别能吃，一口下去感觉南瓜都要被闷死了，并且有次趁春师傅和面高兄弟打架，香果就不停吃，最后撑得躺地上一动不动。周围游客和保安都吓懵了，以为他嘎了。得知消息后，饲养员火急火燎的进去一看，才发现香果妹妹吃太多，撑得动不了。而杭州的奶爸奶妈更是把她当眼珠子疼，笋笋一根接着一根，还有熊猫专属茶泡饭，放了香果最爱的南瓜、苹果和竹叶等零食。别说是熊了，两脚兽看了都想来一口。端午节奶爸奶妈特地准备了美食佳肴。如果说春生的家宴一盘又一盘主打精致，那香果的这一箩筐果蔬绝对是主打量大。而平日里的果盘虽然没有这么豪横，但却有一大盘果蔬，种类足足有17种。不挑食的香果妹妹甚至连橘子皮都吃，果然小家伙长得没两肉，都有迹可循。不过当网友调侃香果都胖成地球仪后，饲养员却嘴硬说是夏天毛棚视觉效果了。果然没有一个饲养员愿意承认闺女胖，有时奶爸奶妈也想狠下心让她减肥。
就让香果多吃竹子，少吃淀粉含量太多的南瓜。没曾想他扭头就去吃草，卖惨还抬头望天一猛，熊熊我呀，没有南瓜就活不下去了，并且小戏精还时不时偷瞄奶爸的小窗。看到对方终于有动作后，兴高采烈的上前，可奶爸只是递来2根竹竿，没有南瓜和果果。香果真的应了，悲愤的把后背留给对方。看着闺女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奶爸心软了，立马给她拿了竹叶和美味零食拼盘。香果吃的心满意足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想必奶爸奶妈才是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吧？眼神清澈像大学生，体型庞大像一座山。熊猫胖大海究竟是什么天选喜剧熊？一天外场突然飞来只恶霸乌鸦，不仅嚣张的专挑胖大海屁股上的毛主，还把他最爱的阿贝贝胖大鱼弄坏了。大海气炸了，势必要与这乌鸦不共戴天。此后每当发现恶霸乌鸦的踪迹，胖大海都会瞬间打起12分的精神，并举起手恶狠狠地盯着对方。信不信老子给你一熊掌？强大气场下的乌鸦不敢靠近，灰溜溜跑了。成功退敌的胖大海还得意洋洋地呲了下牙，就是说第一次见到如此戏精的小熊。当初奶爸给大海准备了新的玩具球，没曾想这小子刚上手就给扎漏气了。或许是没料到新玩具竟如此不耐造，大海满眼震惊，难以置信地反复扒拉着，心想不是碰瓷啊，这绝对是碰瓷。感觉奶爸再不出面解释，大海就要哭了。都知道胖大海刚来北洞就遇到了萌兰，小家伙看着对方简直魂都快吓飞了，心想司汤圆不是到处说萌兰嘎了吗？直到接触后才知道闹了个大乌龙。而兄弟俩做邻居的这段时间里，大海从萌兰这儿学会了很多技能，却唯独学不会狐妹子功夫咬手手。萌兰咬手手，身体一扭，一气呵成。而胖大海却像手和嘴刚认识似的，第一步摇手，第二步扭动身体，怎么晃不起来啊？再试一次，摇手晃。萌兰，你出来！果然狐妹子这事也是要天分的。其实胖大海从小就特别戏精，因为和其他小熊相比，他又红又胖，为了合群，只能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娇小。不仅如此，这小子还有个外号叫史大海，只因他经常玩妈妈的青团，搞得浑身脏兮兮。被饲养员发现后，大海就满眼委屈的缩在墙角，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模样瞬间萌化姨们的心。当奶妈唱着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胖大海身为唯一的忠实听众，即便都困出熊猫眼了，也强打精神继续捧场。感觉只要奶妈歌声停下，他立马倒头就睡。都知道熊猫妈妈的窝头对宝宝有极大诱惑，为了吃到一口，小熊精们简直是煞费苦心。福宝偷吃时会把爱宝眼睛蒙起来不让他看，胖大海则稳中求胜，趁英华妈妈不在时偷吃。不过有时也会被英华妈妈逮个正着，大海吓得眼睛都瞪大了，满满的都是心虚。英华则疑惑地走来查看发生了什么，当发现地上有块完好无损的窝头后，还以为是大海特地留的，便亲昵地蹭蹭好大人，仿佛在说好孩子知道心疼妈妈。不过来到北洞后，大海彻底与窝头不共戴天，毕竟这玩意干干巴巴，妈妈赖赖一吃一个不吱声，因此吃窝头前他都满脸苦大仇深的用爪子抠，直到消灭掉一大半才放进嘴里勉强吃着。感觉北洞窝头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，不仅胖大海不爱吃，就连丫丫都嫌弃了。强烈建议北洞出款可供人类食用的窝头，就算难吃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，毕竟国人的理念就是我倒要尝尝有多难吃。要打人不犯法嘛，我们是分享给他们2儿食。只因游客不满熊猫月月睡觉，就捡起地上的石头用力砸向他。被砸醒的月月一脸委屈，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会被如此对待。工作人员赶忙将受惊的月月收回内舍。刘奶妈得知闺女受欺负了，心疼不已，立马带了好吃的大笋笋来安慰她。有些游客真的很讨厌，你看我又没惹他们，我在那儿睡觉，你还把他们。月月大口炫饭，仿佛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。刘奶妈则陪在身边，含泪叮嘱她不要出去，在屋头不要出去了，出去他们要拿东西打你，你又不能骂他们，我也不能骂他们。月月似懂非懂地听着奶妈叮嘱，乖巧地点头，并发出叫声回应对方。不明白如此懂事可爱的小熊，怎么会有人舍得去伤害他？月月从小就是个听话懂事的乖宝宝，饲养员用小推车把他送回寝室的时候，小家伙乖乖坐在里面，双手扶着车斗。等到了门口，饲养员只需放下推车，月月就会自己爬出来，根本不用操心。懂事的他还会转身跟对方告别。软萌可爱的小模样一整个萌化人心，别的小熊才半岁就开始飞饲养员了，可11个月大的月月在被抱去体检时，简直乖得像熊猫玩偶一样。月月12岁时前往桂林7星动物园出差，当了11年7星馆主后，才回到都江堰养老。在这里，月月遇到了天底下最好的刘奶妈，每天都沉浸在对方的彩虹屁中难以自拔。这个呢，我看了，好白哦你，看我看你漂亮的容颜，我要漂亮，哎呀，好悠哉。或许是感受到奶妈浓浓的爱意，月月变得格外依赖对方，哪怕自己在干饭，但只要奶妈一句话，他都会予以回应。
我咋看不到你圆脸本呢？哦，你脸本哦，我就说我看不到你圆脸本。好，圆的，看上去好漂亮哦。可以说刘奶妈和月月的感情是跨越物种的互相陪伴、互相温暖。有时童心未泯的月月挖没完，把自己造得灰头土脸，身上黑黢黢的。来送加餐的刘奶妈看到后乐不可支。哎呦，你这个脸好花的哦，好二没谈的。瞧月月这不服气的小眼神，就知道她肯定琢磨着要搞破坏。这天天气炎热，不适合出外场，刘奶妈便在内舍准备了很多新鲜竹子，叮嘱月月乖乖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去挖煤。结果竹子全被调皮的小家伙给霍霍。竹子给你弄得好好子，你给我弄得啥子样子啊？你以为你老年人就让着你走？被奶妈批评的月月依旧满脸不服气，而这场一人一熊间的唇枪舌战，最终是月月更胜一筹，刘奶妈落败。只可惜母女俩的幸福时光很快结束。月月在23年去往潘达星，享年30岁，只希望潘达星没有病痛和不良游客，熊熊们都能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。看到蒙兰顶着高温坚持营业，才明白他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。这几天北洞气温达到了38度，其他小熊只是刚从洞口钻出来，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浪吓得立马缩回去。可蒙兰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失望，愣是穿着一身貂顶着高温不肯回去，晃动的脚丫仿佛在说姨姨们不用担心，直到热得实在受不了才回去吹空调。而饲养员也心疼蒙兰辛苦了一上午，便在他炫饭时开启了喷雾降温模式。幺妹儿坐在竹海里不紧不慢地吃竹子，时不时停下手里的动作配合游客拍照。不得不感叹蒙兰真的是熊猫圈最暖心懂事的天使小熊，从不抱怨自己被困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反倒用温暖治愈的性格感染每个人。面对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季奶爸，蒙兰总是踏着欢快的步伐奔向他，像个孩子似的抬起下巴要奶爸摸摸。父子俩的甜蜜互动让人倍感温馨。当奶妈在隔壁院子打扫卫生时，暖心的蒙兰特地来到窗边陪着对方，奶妈感动不已，当即给他送上香吻。萌萌害羞的咬手，差点把自己甩飞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子皮套下藏了个人。都知道蒙兰和庆大庆小是铁三角，关系好到就连睡觉也要黏在一起。当庆小被金运拽下树摔了好几个跟头后，就算打不过对方，蒙兰也要冲上去回击，而庆小也会在蒙兰不舒服时陪在左右。当初萌萌患上骨髓炎变得无精打采，别的小熊都在外场玩耍，可他只想睡觉，病恹恹的样子令姨们格外心疼。而庆小好像也知道蒙兰生病了，但毫无办法的他只能通过陪伴的方式告诉蒙兰别害怕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兄弟俩相互依偎的画面格外暖心，或许正是从小生活在有爱的环境里，经历病痛折磨的蒙兰才能保持阳光开朗。身为宠妹狂魔的他会给妹妹分享玩具，还会咬手逗萌宝萌玉开心。当两个妹妹闹矛盾打起来的时候，萌萌儿简直比当时熊还忙碌，上蹿下跳的追着萌宝萌玉劝架。不得不说这个哥哥的确当得很称职。而当发现隔壁胖大海性格内向后，萌兰会主动来到窗边和对方打招呼，并充分发挥社牛属性和对方聊天玩耍，也会在大海想妈妈时及时送上安慰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大海逐渐适应了新家，凭借边基龙成为北洞熊猫里的扛把子。只能说像萌兰这种懂事暖心的小熊，难怪能被这么多粉丝喜爱。有些熊猫一眼就能看出是人教版，从表情到动作全都人里人气。萌大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拿毛巾对着身上一顿擦，擦完脖子再擦脸。果然帅气的小熊总是很讲究。都知道美奶妈从小便培养萌兰翻墙越狱，还会在萌儿爬上窗台时伸手接应。可长大的萌兰故技重施，翻越北洞墙头后，却惊讶地发现游客全都一哄作鸟兽散，甚至还把唯一能垫脚的小车给拿走了。对此伤心欲绝的萌儿只想说，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还是错过了。而且萌兰还在时尚达人徐老爷的带动下，痴迷各种潮流发型，甚至不惜亲自上手，利用编织布和大轮胎等道具给自己变装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像了个试乘室。别的小熊爬树左手接右手纵享丝滑，但由于福宝爬树是跟江爷爷学的，所以动作和对方简直一模一样，一蹦一跳跟个圆滚滚的小兔子似的。而当看到宋爷爷大回环下树后，聪明的福宝立即学以致用，甚至爷孙俩连上吊床的动作都一样，确认过眼神的确是亲爷孙。都知道七仔是全网心眼最多的小熊，每当有风吹草动，眼珠子就滴溜溜乱转，隔着屏幕都害怕他会突然探头咬耳朵。直到看见七仔奶爸同款心眼子后，才明白这小子原来是跟饲养员学的，甚至父子俩不仅眼神相似，还有同款肤色，只能说亲生的实锤了。显眼高龄颜作为熊猫圈整活能手，一天天的好像有股使不完的牛劲，不仅会甩头蹦迪，还会推着小车带货，动作熟练到让人怀疑他在外有啥副业。而当看到灵颜奶爸推车的动作，才得知这竟然又是一只人教版小熊。至于胖妍上班时踹玩具的动作，想必这是跟奶妈学的吧。不过要说熊猫圈最出名的人教版小熊，
当属蒙氏集团二公子蒙二，因为照顾他的黄脸奶爸当过仪仗兵，每天都会把蒙二的小被子叠成豆腐块。二小子耳濡目染下，也学了不少生活技能，叠被子睡行军床，一整个人里人气。不仅如此，同样的一张凉席，妈妈萌萌当成薄脆饼干拆了个稀巴烂，唯有我们蒙二体会到睡凉席的美妙。不仅学奶爸的样子叠起来放好，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会拿出去晒晒太阳。完全是生活自理爱干净的模范熊熊。别的小熊掰竹子用鼻子或脑壳皮，而蒙二却因为从小没跟在妈妈身边，生活技能几乎都是饲养员教的，但人力掰竹子毕竟有些许困难。奶爸不免露出了龇牙咧嘴的表情。蒙二主打一个不理解但听话，因此哪怕很轻松就能掰断一根竹子，他都要龇牙咧嘴的，仿佛自己很使劲，甚至有时忘记龇牙后还会补上。果然人教版就是死板。网友们还知道那些人教版小熊吗？大熊猫共共的童年究竟有多悲惨，才会让奶妈心酸的说出这番话？哥哥很乖，哥哥乖到让我心疼的感觉，他太乖了，他就是吃，一点都不挑。一点都不挑啊！原来奶妈给共共拿来新鲜笋笋，他吃完还要再反复搜刮笋皮，顿顿吃到撑才肯去睡觉。而这一切其实都有迹可循。共共于2013年出生于避风峡基地，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顺顺，兄弟俩2岁时被借展到太原动物园，本以为是享福，谁料竟是噩梦的开始。因为提供食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差，共共顺顺每天饿到捡游客扔的垃圾吃，并且被迫养成节俭习惯的兄弟俩。每次吃完笋还要把笋皮吃得干干净净，再加上太原动物园提供的场地狭小，饲养员也不会及时打扫场地，才2岁的共共顺顺出现严重的刻板行为，经常绕着场地暴走，一走就是半个小时。即便爱他们的姨姨们屡次爆料投诉，太原动物园也只是发通告草草了事，并没有对共共顺顺的处境做出任何改善。直到借展期满，兄弟俩才得以回到避风峡。没过多久，共共顺顺又被派往海南打工。小家伙们原以为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吃苦，没曾想竟直接走上了熊生巅峰。都知道海南气候和四川差距非常大，起初猫粉还很担心两熊能否适应新环境，结果园方特地为其准备了24小时豪华空调房，保证室内温度一直保持在25度以下。并且在得知兄弟俩先前的遭遇后，善良的奶爸奶妈便下定决心，要让孩子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奶妈不仅专门给共共顺顺种植了竹林，让两熊随时感受到吃自助餐的快乐，平日提供的更是竹中爱马仕黄金竹。为了让兄弟俩尝试不同口味的竹子，奶爸四处搜寻他们能吃的海南本土竹子，哪曾想因老乡家种的水果竹太好吃，兄弟俩硬生生把人家的竹林给吃没了。而共共顺顺不仅真正实现竹子自由，还住上了以前根本不敢奢望的豪宅，内场180平米，外场则足足有300平，两边的门也一直开着，两熊可以自由进出。不仅如此，兄弟俩的玩具更是多到眼花，可以说其他小熊有的园方通通安排上。心灵手巧的奶妈兰姐还经常制作针织玩具，兄弟俩爱到不行，恨不能整天整夜抱在怀里，并且两熊还是熊猫圈过节最多的小熊，就连母亲节、妇女节以及和光棍无关的父亲节，共共顺顺也能收到奶爸奶妈准备的礼物。可以说兄弟俩真的被宠上了天。只要我在上班那一天，我都会好好守护两兄弟啊！我反正会让两兄弟在海南的每一天不会再受到一点气。在奶爸奶妈毫无底线的宠爱下，如今共共顺顺早已忘记以前的伤痛，每天没心没肺、开心快乐的在院子里整活。而共共吃东西也比以往挑剔了不少，沾了雨水而影响口感的黄金竹看都不看，小吃货挑到最后甚至都气得想打人了。果然被爱的孩子才能有恃无恐，只希望所有熊熊都能有好的归宿，熊生每一天都健康快乐、开开心心。半夜偷吃村民家排骨，把猪赶走，自己睡猪圈，鼾声震耳欲聋，惊醒村民。野生大熊猫的熊生究竟有多自在？在四川雅安堡新县的一个小村庄里，一天晚上，村民李大爷家的狗叫狗，猪圈里也不停传来窸窸窣窣的异响。李大爷壮着胆子喊上儿子和村民去查看，没曾想竟是一只野生大熊猫。它安安静静坐在角落啃吃着东西，哪怕周围站了许多看热闹的村民，熊熊也不害怕，而是一门心思的炫反。它都根本你都不理你，很自然，在那个地方很随便。所以说我就试着了闪光灯就拍了2盘，他根本就没有怕，这闪光灯随便你咋个闪他都无所谓，根本就
没得感觉。原本光线太暗，李大爷没看清他吃的什么，直到拧上300瓦的大灯泡后仔细一瞅，才发现这小子吃的竟是自家丢失的猪骨头。怪不得我可以鼓捣的，我说更难的情况下，那我偷了吃了。既然我说不小命，要是两个人这一点看你开始。他不吃萝卜给害了。炫完后，熊熊仍意犹未尽的四处搜寻，但地上只剩了一些不喜欢的白菜萝卜。于是这小子眼巴巴地抬头瞅着李大爷，仿佛在说：“爷爷肚肚饿。”李大爷眼看熊猫好不容易来家一趟，便咬牙拿出了预备过年吃的3斤排骨，用刀剁成了3大块送给熊熊吃。没曾想这小子来者不拒，照吃不误，一直酷炫到半夜3点多才心满意足。原以为熊熊吃饱喝足就该回山林去了，结果他竟走进猪圈，把里面的猪全部赶跑，自己躺进去呼呼大睡，丝毫不见外。吃了这个骨头以后呢，他又跑到我猪圈里去睡，直接跑到那个有猪的这个猪圈里去，这个猪就吓到了，就吓了，一下就全部翻在那个空的这个猪圈里。然后他把猪圈进去了，就是他一个人，他就一个人那个猪圈里面睡。看到国宝如此主动，李大爷起初很兴奋，毕竟喂过熊猫的人很多，但留宿的可不多。可没曾想后半夜熊熊的鼾声震耳欲聋，吵得李大爷一晚上没睡着，睁眼到天亮。就是家人扯破喊我们说，他们说的是说打孩子，那个声音有点大。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熊熊就离开了李大爷家。然而1周后，这小子再次偷偷摸摸来到家里，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大快朵颐吃着猪骨头。有了先前李大爷给自己投喂的经验，这小子误以为摄像机是送给自己的零食，于是便大摇大摆地朝摄像师走来。尽管这小子圆嘟嘟的大脸的非常可爱，但毕竟成年大熊猫有一定的攻击性，摄像师顾不得揉猫吓得连连后退。哎，你要咋子？你要咋子？哎，老子，这是摄像机哦，不是骨头，不是骨头，摄像机哦。好在李大爷及时出手，再次送上排骨。吃饱喝足后，熊熊再次钻进猪圈，直到睡到大天亮才懒洋洋地起身离开。一来二去，李大爷和熊熊都习惯了。李大爷本想给熊孩子准备更多骨头，但专家表示熊猫是杂食性动物，偶尔吃肉很正常，但经常吃会造成消化不良。李大爷这才打消了这个想法。面对如此善良真诚的大爷，难怪熊熊会经常去他家蹭饭吃。